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犀利小农庄。我们在上一集说过，花梗的生长点在最先端位置，开花时会一边抽长一边分化花苞。当第一轮花开完之后，将全部剪掉，只保留着生长点。若环境符合开花条件时，则会再继续分化第二轮花。它的花量通常比第一轮花来得少。另一种可能就是环境不符合开花条件时，且植株也不够健壮下，生长点就会慢慢萎缩枯萎。倘若植株够健壮，且当下环境适合成长的要件，则会发育出花梗高芽来。说到这里，每个人眼睛一亮，一定想要知道如何人工栽培出花梗高芽。在这里先讲个结论，但是要说明这是我的方法，无法保证每一株都能够成功的。主要概念就是转换生殖周期为生长周期。第一，植株要健壮与生长点要饱满。第二，日夜温差尽可能不要差到6至8度 C 以上。第三，改喷成长易肥，并营造成长环境。以下影片就是记录我栽培花梗高芽的重点日记，共记录了3盆，并有技术性的技巧与说明。欢迎有兴趣的兰友试试看，也欢迎将测试心得留言交流哦。第一盆是2024年新买的棕红花，开花性非常好，花梗容易分枝也分叉。一轮花开过后，就把花梗剪掉，接着从节点分叉出花梗，并开出2轮花。2024年7月11号，花谢之后，我只保留着先端的生长点。2周后，到了2024年7月25，没想到保留的生长点又开始分化花苞了。到了2024年8月5号，已经开始开花了，这算是第3轮花咯。为什么一直分化成花苞，却不分化出高芽呢？在此先声明一下，如果你是使用了催芽素涂抹，那么催出高芽就不奇怪了。但是我是采用自然农法，不使用任何药物，就能培育出花梗芽来。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一看，就会有答案哦。第2盆重点，在正常开完花谢后，保留花梗生长点，且需饱满的。为避免日夜温差过大，整株就移到较为阴凉的位置，并加装电风扇，这样白天可降约3度 C 左右，是可以缩小日夜温差的差距。阴凉位置实测光照度为3867 lux， 同时也开始改喷成长易肥。这些调整就是试图将原生殖周期转为生长周期。于2024年7月15日，发现其中一梗的生长点，分化出一朵花苞，与抽出一个高芽，但目前仍然无法确定是会长花苞还是长高芽。
于2024年7月18日，花苞与高芽似乎长大一些，但我们目的是要取高芽。如果花苞继续成型，会影响高芽发育的话，我就会摘掉花苞，以求高芽成长。目前再观察看看。2024年7月23日，很明显的花苞与高芽两者都在成长，花苞就决定先不摘除了，顺便观察两者的演变，真实的把它记录下来。太好了，来到2024年7月28日，已经确定高芽成型了，花苞有点钝化了，留着继续来观察看看。另外，上部分的花梗生长点慢慢萎缩，先将黄化的花梗剪掉。2024年7月31，高芽又长大了一些，但花苞可确定已经萎缩消苞了，同时也看到生长点萎缩的花梗黄化了，但不用担心，安啦，没有生命的部位自然就会黄化。预估到了长高芽的花梗节点，黄化就会停止的。到了2024年8月3日，高芽续长着，花梗黄化也止于高芽花梗的节点，这也是自然界的奥妙之处。也就是说，植物有生命的部位，彼此之间它的干道都会有组织液相互的流通，花梗就不会黄化了。在2024年8月18日截稿日之前，赶紧再拍张最新的高芽照片，好让大家有信心来试试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三盆记录咯。第三盆记录从2024年7月25日到2024年8月12日，在做法上是同第二盆，我就不一一的详述。以下仅以高芽发育期间的记录照片来呈现。如有心得分享，欢迎以下留言哦。这集我们就介绍到这边，谢谢观看，记得订阅、分享哦。